烙上的痕迹，时光中像一幅画，草场盛放的凤凰花，年年送雪，自启程出发。亲爱的老师啊，你的泪风干了吗？书包是魔术箱，童年背着它飞翔，百褶裙摆衬衫，青春一直很闪亮。每个人像一只风帆，浩瀚人海，学习着成长。懵懂的孩子啊，课堂就像是天堂，心中有道永恒星光，仰望就有力量。我的第一个字，你的认真与坚持，我的年少无知，像刚学步的孩子，你的虚是我的懂事，在岁月里一点点交织，变成动人故事，记录美丽的日子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会陪我走一辈子。老妈，妈妈，你感觉好一点了吗？Ricky，你醒了？水，你要喝水是不是？医生说你现在还不能吃东西跟喝水，不然我先帮你把嘴唇沾湿，好不好？老公，我以为我回不来了，因为我再也看不到你们了。别净说这些傻话。你现在需要多休息，别说话。来，有没有好一点？现在贝贝很棒哦，这几天你住院了，家里家事都贝贝做的。很厉害吧？真乖。郑医师，张小姐，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哦，虽然你有吃药哈，而且病情控制的还不错哦，但是不要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病人，要多休息，食物要清淡，尤其要记得平心静气，才不会像这一次一样。郑医师，真的谢谢你了，这么费心照顾我太太。不客气呀、张小姐，很幸福哦。那你就多休息哦，我先走。谢谢。谢谢。我送一下郑医师。
老妈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让你生气的。没关系啦，只要你以后专心念书，不要再去玩 band 就好了。可是那是我的兴趣哎。那个兴趣只会害了你。你是学生，读书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啊。可是呢，好了，小薇，你妈现在人不舒服，需要多休息，你少说2句。好啊，那就不要说了，我也不想说了，我要出去走走。对不起。你好，大姐，阿姨，小珍，这就是我常跟你提的玉芬姐。邱小姐你好。岳先生你好，这一点小心意啦。怎么这么客气呢？不要这么说。丽青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啊？有啦。玉芬姐，这一次这么接近死亡，我明白了一些事。原来生跟死，真的只是在一瞬间。是啊，有时候生死哦，往往就在那1秒钟之间。这1秒，我想了很多。如果我再这样走了，那我先生跟孩子怎么办？没想到，我还可以继续活着，继续呼吸。老天让你活着，一定有他的道理的。是吗？当然是，所以你更要把握现在有的时间，做你应该做的事情。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到底应该做什么。之前你有告诉过我，赚钱不代表快乐。可是我就是觉得，做直销的时候去追求那些成就感，去争取下线、争取业绩，我做得很开心啊。可是争到最后，输掉了我跟孩子的感情。小薇就像是一颗越来越远的球，我都不知道我追不追得回来。往前看，往前走，总有一天你会追得回来的。不要一直想过去的事情，把心思放在未来。我还有未来吗？你不是还在呼吸？你要拿出以前那种积极争取的精神，要与善竞争，和时间赛跑，哪怕只有1分1秒，都是未来啊！芬姐，你讲的话怎么都这么有道理啊？这些话哦，不是我想的，是书里面写的。来，这书给你。要别人适应自己，不如自己先去适应别人。要改变别人很难，但是改变自己最快。如果你有什么想不通的，多看看这本书，对你会有帮助的。老婆，欢迎回家。来，慢慢来。贝贝啊，先帮你妈把行李拿上去。晚上呢，我们一家人出去吃好料的，庆祝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订老妈最爱吃的那间餐厅。小薇啊，你也上去准备一下，晚上出去吃饭了。我等一下要出去。你妈才出院，你就不待在家里了？我会去图书馆啊，反正你们不是要我去读书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算了，他要去图书馆就让他去，反正也不是坏事。等我们吃完再帮他带回来就好了。对。树
乡，摆着裙摆衬衫，青春一直很善良，每个人像一只风帆，浩瀚人海学习着成长，懵懂的孩子啊3个月过了，我还在。秋菊，老婆，你们可以看快点。妈。一个字，你的认真与坚持，我的年少无知，像刚学步的孩子，你的虚是我的懂事，在岁月里一点点交织，变成动人故事，记录美丽的日子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会陪我走。上天给了我一个机会，让我重新开始，我就该好好珍惜。出门吃大餐了？我们今天去庆生。庆生？今天谁生日啊？走。微良，你这好吗？才去一家图书馆，又来这边打鼓，快起考了。去图书馆本来就是敷衍我爸妈的啊，反正他们也只会叫我读书啊，而且根本就不了解我在想什么。那你想什么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只知道我只有在打鼓的时候比较能忘记压力，可是他们反对啊，他们就只会叫我读书而已。唉，你哦，真是可怜呐。我本来想说，你妈是老师，应该过得惬意啊。算了啦，不想说了，待会再继续练习。这孩子，一个房间可以弄得这么乱。这孩子什么时候长大了？要别人适应自己，不如自己先去适应别人。要改变别人很难，但是改变自己最快。老公回来啦。哎，老婆，你在家？没出去参加活动啊？前2天陈老师不是特别打电话来提醒你吗？以后我不会去了。你不去了？为什么？这一次从鬼门关回来，我才知道自己犯了很离谱的错误。以前我只想到自己，以后啊，我要多花时间在你还有孩子的身上。生命那么无常，不能白白浪费，对不对？
这话是从我老婆嘴里说出来的，你没听错啊。是这个书教的。这是玉芬姐借我看的书，我觉得里面讲的很有道理。我想要先从改变自己开始做，看看以后可不可以把小薇拉回来。你在看国文啊？吃水果啊？哦。嘿，你不是要考试吗？为什么？要改变别人很难，但是改变自己最快。如果要改变微凉，就要先改变自己。要看这个哦，灯也要亮一点，不然眼睛会坏掉啊。那个灯也打开。哦。如果要看，不要看太晚，明天还要上课，要吃水果哦，知道吗？晚安。老婆啊，你听听看这句啊，生气呢就是短暂的发疯，还有啊。还有这句：自己害自己，莫过于乱发脾气。而且啊，这医学的文献也有记载说，这乱发脾气啊，会让身体的坏细胞趁虚而入，真的是自己害自己。你特地挑这2句跟我讲，话中有话。不敢，我绝对不敢有这么明白暗示的意思。可是我觉得近似语讲的真的很有道理耶。我也想借着学习近似语来警惕自己，改变自己，看跟小薇的关系可不可以有一点改善。老婆，你真的不一样嘞！我这种改变是好事，我欣然接受。快去洗澡啦。待会帮我拿换洗的衣服。所以说，人生真的是无常，没有人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不管是什么灾难，慈济都是第一个到现场。老公，我也去当慈济志工好不好？既然生命这么无常，我们就应该要把握分分秒秒，你说对不对？可当志工很有时间跟体力，你身体受得了吗？放心，我已经死过1次了，这一次我会珍惜自己。这就是进士书轩，师姐你好，于师姐，今天辛苦了哦。其实哦，在慈济，志工分很多种，像环保志工、医疗志工。我考虑你身体的状况，所以建议你
先到经典杂志来当文化志工。文化志工？是啊，文化志工就是帮忙推广宣传经典杂志。你是执教高手，刚好有你发挥的空间。这样子也可以帮经典杂志多做宣传，也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太大的负担。芬姐，真的谢谢你。自从接触了慈济，接触了静思语，我的人生观真的变了很多哎。丽青，你就放心进来，我会一路陪着你的。只是要记得，如果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，要随时告诉我哦。芬姐，你放心，虽然出众的工作我不行，但是我的口才很厉害。这个我相信。喂，您好，我是经典杂志的志工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因为您的经典杂志这个月到期，那想知道一下，不知道您有没有意愿续约？我们现在刚好有优惠。哦，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谢谢。丽青，怎么样？做的还习惯吧？还 OK 啦，只是好像没有办法让他们续订哎。没关系，不要心急。你自己做过直销也知道，要先了解产品，接受它以后，才能把它分享出去，不是吗？嗯，就靠你的智慧喽，有愿就有力，加油！我先去忙了。虽然有天灾、人祸、战争，但是世界依旧没有失去美好，还是相当的令人动容。有黑暗，就有光亮。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丝光亮，就会有希望。这就是继续活着的动力。老婆，不等你先开动了，开始没吃饭关系，赶快吃。妈妈，这一桌的菜都是我煮的哦。哇，贝贝越来越厉害了哦。我今天啊研究了一整天这个经典杂志，我觉得它里面写的很有深度，然后很有意义耶。哇，哎，你看这篇人体特异功能。对啊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杂志都会去报道哎。这篇啦，伊索比亚的饥荒啊，常听到对不对？可是会不会觉得离我们很远，跟我们没关系？可是你再看那报道，还有那些照片，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吃的这么丰富，真的很幸福哎？哇，小薇吃青菜哎。你很吵哎，吃饭。我一直在想啊，有多少人有机会可以去世界各地体验每个地方不同的民情风俗？可是，如果更多人可以看到这个杂志，大家就可以增广见闻了耶。但是我今天想了一整天，都想不出来到底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可以推广这个杂志。我说张老师啊，你也太尽责了吧？你饭都还没开始吃呢。来，
谢谢。我吃饱了。小薇啊，这样子吃饱了，多吃一点啊。不要了，再吃等下练鼓会太沉。你又要去练鼓啊？那你哪有时间读书啊？好啦，那我一边练鼓一边和阿伟读书，我们组 band 也组读书会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小薇，谢谢，我想到了耶！你好棒哦！我说了什么吗？大家好，今天邀请大家过来，主要是希望能够借由今天的读书会，大家可以一起分享、一起交流经典杂志的内容。等一下在读书会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各位对于经典杂志的内容有什么深刻的体悟，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。谢谢。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期的经典杂志。我就先来分享我自己阅读经典杂志之后的转变。之前我常常会想，这么多人为什么生病的偏偏是我？在看了经典杂志之后，我才发现世界这么大，自己真的很渺小。我改变自己的想法，用更宽广的心情来看这个世界，而不是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病痛。有了这样的想法，我每天都过得很有希望，很有目标。丽琴，你真不愧是直销界的女强人哦！想不到可以用这种读书会分享的方式来推广经典杂志哎。没有啦，其实那天啊，是我儿子说要一边练 band 一边组读书会，我才想到说可以用读书会的方式来分享经典杂志啊。众人的分享让每一个人的感触都更深刻哎。对啊，虽然说每个人是读同一本书啦，但是每个人想法也都不一样，这样透过读书会可以互相交流，也蛮有意思的。丽琴，那你呢？你有什么感触？刚刚大家讲到为孩子点灯那篇的时候，我想到了小薇。从我开始做直销，她开始玩 band 打鼓，她的功课变差，我跟她的关系也变得很差。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可是刚刚分享那篇的时候，有讲到每个孩子都是可造之材，只要我们不放弃他们，相信他们，每一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一条路。这啊，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功课。像这期《围城大街》里面有说到，彩虹不是只有一个角度，你的彩虹并不是别人的彩虹，你的价值观更不是你儿子的价值观。老公，看来我们回去要改变角度来对待小薇了。是啊。看来今天的读书会对你们帮助也不少哦。等一下就照我们车上讲的跟小薇说。你说的是真的啊？既然他这么喜欢，我们就要爱其所爱，尊重他的决定啊。可是，老公，孩子是独立的个体，不属于父母亲，也许他们的潜力会超乎我们的想象。老爸，火车考试都有及格哦，不要再反对我打鼓了。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我是来邀请你，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荣幸，可以请你陪我打一场球，活动一下筋骨。换完衣服就来。
息了，老妈要休息了。爸，打得不错哦。哪里退步了？这人呐，真的不能不服了，体力大不如前了。想当年老爸还是篮球队的呢。对了，小薇啊，咱父子俩有多久没有像这样一起打球了？好像很久了。不过老爸，你应该不是只叫我出来跟你打球而已吧？不愧是我儿子啊，聪明。是不是老妈叫我放弃乐团，好好读书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不是吗？你们大人不都是这样想的吗？总是用自己的观点来看我们做的事情，好像只有你们的价值观是对的一样。算了，我不想说了。哎，小薇，你都还没听老爸把话说完了。还有什么事啊？其实这件事情啊，我跟你老妈商量过了，我们都知道你爱打鼓。我既然要做，就认真去做，干脆休学把鼓打好，闯出一番名堂。怎么可能？我不信妈会答应。人生是你自个儿的，路呢也是自己选的。既然选择，就好好的做，认真的做，知道吗？老妈，回来啦，我有煮仙草，来喝一杯。来，我不渴。老爸昨天说的事情是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休学去组乐团？如果这条路是你真心想走的，那就放手去做。好吧，老妈年纪也大啦，不可能跟你一辈子啊。我们也要学着什么时候该放手。如果你真的决定这么做，老妈100%支持你。去洗澡啦，全身那么臭。那我去洗澡了。那一天之后，微良好像想通了什么，他变了，变得不再抗拒读书。我们之间不仅少了距离，还多了笑容。吴师姐，怎么好久都没有看到玉芬师姐了？哦，原来你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呢、玉芬姐，不是吴师姐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生病了。一切都来得很突然，医生说是肺腺癌末期，没有什么机会了。其实早一点走也好，就不用痛苦这么久。生命无常嘛，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芬姐，你别这么说，你一定会撑过去的。就像我不是也撑过来了吗？
我们家还有很多维他命跟营养品，我整理整理带过来，这样子免疫力比较好，体力也比较好。丽琴啊，原来你的病全好了。也没有啦，我每天也还是要吃干扰素来控制。我是说这里，你的心病全好了，真好，真好。人世的艰难与琢磨，都是一种考验。看你一步步的通过考验，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。上人说，凡是从自身开始做起，再来影响别人，从小爱推广成大爱，这就是我们慈济人要做的。不要再说了，别再说了。丽琴啊，你还有时间，你要继续努力下去，知道吗？你不要这样说，你会好起来的。等你好起来，我们一起去做慈济，还有很长的路要一起走，好吗？等我好一点，我们再来一起做慈济。老婆，来，喝杯人参茶。谢谢。你这个营养品打包是要给谁的？我想带去给玉芬姐，她现在比我还需要啊。哦。公，你帮我包，我去打电话。好。喂，请问邱玉芬师姐在吗？我以为我只剩下3个月，不知不觉却过了这么久。我以为玉芬姐会和我一样，我还等着她和我一起做慈济，没想到等你好起来，我们一起去做慈济，还有很长的路要一起走。等我好一点，我们再来一起做慈济。玉芬师姐，你放心的去另外一个美好的地方，接下来的我来替你做。这位师姐需要帮忙吗？玉清老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金凤老师啊！金凤老师，没想到您也是慈济人啊！是啊，我现在主要是在教联会里。教联会？就是慈济教师联谊会啊，不只是我，学校很多老师也在教联会里服务哦。丽清老师，我看你现在这么有活力，病情应该控制得很好吧？
我在经典杂志担任文化志工的这一段时间，生命真的有很大的转变。本来我因为生病，一直放大自己，现在我知道缩小自己的重要。慈济真的给我很多的帮助。看来你真的很有感触。不只是这样，本来我跟孩子的关系就很单纯是上对下，现在还多了朋友的角色。这些啊，都是静思语还有经典杂志给我的启发。我也有同感哎。以前我的学生考试考不好啊，我就打。自从来教研会以后，跟很多老师交换心得，从不同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让我发现到啊，教育也可以很有趣，不像我们以前所想的那么的单调。这样听起来，教联会真的很有意义耶。嗯。立青老师，如果你的体力可以的话，要不要考虑来我们教联会试试看呢？我们教联会现在啊需要人手帮忙哦。可是我不是正式的老师哎。身份不是问题，最重要的是对教育的热情啊。立青老师，来加入我们嘛，重新实现当老师的梦想啊！虽然我的病无法痊愈，但我相信上天让我留下来，一定有我的任务。就像玉芬师姐告诉我的，有愿就有力，只要我不放弃自己，我还是可以成为张老师。各位小朋友，今天立青妈妈要跟你们说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小朋友有没有去看过医生啊？看过医生举手。大家都生过病，对不对？去医院的时候，这个是谁？护士小姐会做什么？对，会帮生病的人打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小时候啊，最讨厌去医院了，因为啊，护士小姐都会帮我们打针哎，然后我就告诉自己，我再也不要生病，绝对不要生病了。可是有一天，我怎么了？我真的昏倒了耶！我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说你只剩下3张月历的时间，3张月历是几天？90天，好厉害哦！医生说啊，只剩下90天的时间了耶，有没有好可怕？有。所以立青妈妈要告诉你们，其实生病了并不可怕，重点是你的心生病了吗？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心为什么生病了？哈，你说，太忧郁了。还有你？哦，真的哈。我那时候生病的时候，立青当老师的梦想不可能再实现，但是当一个更被孩子们喜欢的大爷妈妈，却是他这一辈子可以更珍惜的角色。是啊，也幸好他从来没有放弃过。他今天常常不在这里，拥有这么多孩子对他的爱，还能够有机会持续对生命付出他的热情，我想这对他对我们家人来说，也就足够。一辈子。李 K， 刚我看到你在跟小朋友说故事，我仿佛又看到以前在学校的张老师。我刚刚教小朋友一个手语，我教你吧。好啊。我知道，这是真实，对吧？请问张老师，我这个学生受教吗？
真，谢谢你。没错，能够珍惜现在拥有的，就是一种最大的幸福。粉笔染白黑发，板擦抹去了年华，课桌上的痕迹，时光中像一幅画，操场盛放的凤凰花，年年送雪，自己晨出发。亲爱的老师啊，你的泪风干了吗？书包是魔术箱，童年背着它飞翔，白着裙白衬衫，青春一直很闪亮。每个人像一只风帆，浩瀚人海，学习着成长。懵懂的孩子啊，课堂就像是天堂。心中